今天来分享一间我观察很久的医疗股诺和诺德。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小芳。印象中呢，曾经有粉丝在我的小邦投资集团里面提议说，想要我聊一聊这一支医疗股。于是呢，我就去研究了一下，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一间很好的公司。于是呢，我就持续关注到了现在。那最近因为股价真的是蛮低的，所以比较密切的在注意这支股票，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很便宜的时候进场。想说刚好来拍这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怕有些人不太熟悉哦，所以我先来讲一下诺和诺德这间公司的背景好了。诺和诺德的美股代号是 NVO， 是一间在丹麦成立超过100年的制药公司。那这间制药公司呢，主要是在制造并且销售一些糖尿病的药物，或者是治疗肥胖的相关医药产品，包括胰岛素啦，跟一些降血糖的药物啦，还有一些抑制食欲、控制体重的药物，尤其是 GLP-1 这个促进胰岛素分泌的药物，跟 insulin 胰岛素这两个算是诺和诺德目前最主要的2个商品啦。那光是知道 NVO 在卖这些药物，我认为还不够好，因为你只知道它会制造跟糖尿病还有肥胖相关的药物嘛，那这样子还不够深入。所以呢，我自己也去研究了一下这间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是说，如果你看完接下来内容，了解了诺和诺德这间公司的运作方式之后呢，你对于整个医疗产业可能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因为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东西呢，基本上会符合大部分制药厂的样貌。听完你就会知道大部分的制药厂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如果你对医疗股有兴趣，一定要把这集影片看完。那简单来说呢，诺和诺德的医疗产品要诞生会经过7个关卡。首先第一个 NVO 会先跟学术界、医学界、生物技术公司来合作，去了解现在的医学上有哪一些医疗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那接下来呢，发现了有哪一些医疗需求还没有被满足之后，他们会先选择一些可能可以治疗的药物去进行临床前的测试，包括一些安全性的测试啦、毒性的测试啦、动物实验等等的。那接着呢，如果临床前的测试 OK， 就会进入到量产的阶段。第4，量产之后呢，就会开始进行临床试验。第5，临床测试完成了以后呢， NVO 就会向当地的卫生主管机关去注册申请行销授权，确保可以在当地销售医疗产品。再来第6阶段呢，他们开始会跟当地的医疗界来合作，让医疗人员能够了解他们的药物以及这些药物背后的科学原理。那最后呢，公司的行销 team 就会确保患者可以取得他们的这些药物，比方说可能是透过药局啦，或者是医院的医生开立处方等等的，让病患可以真正服用这些有效的药物。所以总结呢，1到2阶段就是研发，第3阶段是量产，第4到7阶段就是最后的销售。所以你可以看到以上7道关卡就是诺和诺德从研发到量产到销售的完整过程，基本上大部分的制药公司也会是这样的。另外，除了制造糖尿病跟肥胖相关的药物以外， NVO 也会透过并购的方式去提供其他疾病的治疗，比如说血友病的治疗、生长激素的治疗、罕见的血液疾病的治疗药物等等的。那看到这里呢，你可能会问说，NVO 就是一间制药公司嘛，那它跟很多的药厂一样啊，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有比别人还厉害吗？哎呀，经过我一番研究，我还真的觉得它还蛮厉害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间公司有哪一些地方值得拿出来说嘴的好了。首先第一点就是世界上呢有50%的胰岛素供应其实都是来自于诺和诺德。第二，全球已经有40多万人使用过诺和诺德关于糖尿病相关的产品，不管是注射器还是药品。第三， NVO 生产的胰岛素的那个笔针打针的那个笔针已经有超过8亿支了。第四，他们已经在超过40个国家去进行临床试验。那我知道单看这些数字呢，大家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市占率，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诺和诺德在糖尿病跟肥胖领域他们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我们来看看这张图。NVO 最主要的这个 GLP-1 药物呢，市占率是 55.1%， insulin 胰岛素的市占率是 43.3%， 糖尿病药物的总市占率是 33.7%。 换句话说呢，诺和诺德的主要商品在整个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是非常高的。而市占率高的好处呢，就是它比较有议价的能力，它比较有能力去跟厂商谈到比较好的价格。而且从这张图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世界上大约有2000万人在使用 GLP-1 这一类的药物去治疗糖尿病或肥胖。那在这2000万人当中呢，有63%的病患
都是用诺和诺德的 GLP-1。2021年只有 55%，2024年成长到了 63%， 大约是从300万人成长到1200万人，大概是4倍左右哦。那从这一点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NVO 目前在糖尿病或者是肥胖药物的领域确实是领先市场蛮多的。那除了市占率以外呢，你可能也会想要了解说 NVO 在整个产业里面的表现嘛，毕竟医疗业这个产业也是蛮竞争的。好，那以市值来讲的话呢， NVO 目前在同个产业里面排名是第3名，仅次于礼来跟交生。企业价值呢也是排名前3名。不过在同产业的毛利率当中哦，过去的10年诺和诺德基本上是表现得最好的，它几乎是整个医疗产业里面毛利率最高的，而且是长期保持稳定的好哦。只有2023年被 AZN 这间公司短暂的超越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表示说诺和诺德在同产业之间的成本控制能力跟议价能力都是相对的非常不错的。插个题外话，我觉得 Seeking Alpha 这个真的是蛮好用的，可以像这样子去看到公司在整个产业里面的表现，不管是市值啊、企业价值啊，还是毛利率，都可以在这边跟同产业去做比较。你甚至如果想要看其他的数据的话呢，例如 EBITDA、PE ratio 或者是 EPS 等等的，任何你想得到的指标数据，这边都可以叫出来拿来跟同产业比较。另外我觉得啊 Seeking Alpha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就是也是其他网站没有的啦，就是分析师 rating 的这个部分。 Seeking Alpha 有整理3个不同单位提供的投资评级跟看法报告，包括 Seeking Alpha 的量化团队、SA 的分析师跟华尔街分析师。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来看华尔街分析师好了，这边就会有华尔街分析师们给的评级，满分5分 NVO 就得到 3.58 分。然后右边你也可以看到，在过去90天之内，12位分析师给出的评级当中啊，有几位是给 strong buy， 有几位给 buy， 有几位是给 hold。 那往下呢，有一个对我们投资人来说最实用的部分，就是这个 price target。 你可以从这个 price target 就可以知道现在市场上对 NVO 未来的股价目标。像 NVO 来说，市场目前最低的目标价是在 61.32，最高目标价在 174.43， 平均是 101.26。 虽然说这个部分啊都要付费才看得到，不过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的。如果每个月只花一点点钱，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分析师的评级，这么多分析师的报告，然后又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对于股价的目标共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得来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订阅 Seeking Alpha 的 Premium 方案，尤其是趁现在 Seeking Alpha 有推出春季促销的活动，5月12号中午12点以前订阅 Premium 年度方案，你可以再折$30，相当于省下1000块台币。原本的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划算了，现在又可以再折$30，再省下1000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划到不能再划了，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订阅 Seeking Alpha。好，我们回到 NVO 身上好了，从市占率、市值、企业价值跟毛利率等等这些数据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NVO 在整个产业里面，它是非常有影响力、非常有地位的一间公司。那光是有地位也不行嘛，我们总是要去 check 一下这个公司的财务报表嘛，万一它只是空有地位，那金流或者是财报有问题，或者是根本不赚钱，那也没有用嘛。所以我也研究了一下诺和诺德的财报。先说结论哦，根据我自己的评估表，我会帮 NVO 的财报打88分。那基本上能够得到70分以上就表示很好了啦，能够得到88分就表示这个公司真的很不错了。那我们就来看看 NVO 的财报到底哪里好。首先呢，就营收的部分呢，根据2024年年报显示，过去5年它的营收是不断成长的。2021年营收年成长 14%，2022年营收年成长 16%，2023年成长 36%， 今年成长 26%。 我就是很喜欢这种不断进步的公司。那尤其是北美地区啊，也就是深蓝色的这个部分是成长幅度最大的，其他国际地区成长没有那么大哦。那这个主要是因为美洲地区的肥胖比例、肥胖的人口比较多，相对的其他地区，比如说像亚洲的肥胖人口就没有这么多。如果以领域来区分的话，糖尿病照护的部分是成长最明显的，再来是肥胖照护的部分。另外，根据这个世界肥胖报告显示，全球成年人口当中，超重或者是肥胖者所占的比例呢，在2025年大约是 46% 左右，到了2030年会成长到 50%，2035年会成长到 54%。也就是说，全世界超重或肥胖的人数，在未来的5年之后会占全球人口的1半以上，这个数量会持续的增加。换句话说，人们对于糖尿病或肥胖药物的需求会继续提高，而这个需求继续提高，诺和诺德的获利跟规模就会跟着继续提升。理论上啦，
再来，它的营业利润率也是逐年成长的，2021年成长13%，2022年成长15%，2023年成长44%，2024年成长26%，表示整体的营运状况确实是真的很不错的。那至于现金流的部分呢，首先今年诺和诺德的自由现金流比去年低了一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是因为他们花了大约117亿美元去收购这个 Catalent， 这个我不会念，可能是丹麦文吧，的3座制造厂。资本支出比较多，所以现金流呈现是负成长的状况。那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好了。今年呢，他们的现金流虽然有所下滑，但这个是因为他们把钱拿去做大未来的生意，不是真的经营上出了问题。我们要看的是这些投资能不能为未来扩大产能、扩大获利。至于营收、毛利、营业利润等等的各项指标，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整体而言，我认为 NVO 的体质是很不错的。那接下来我就很好奇啦，为什么NVO 的体质这么好，2024年还会跌这么多？它的股价为什么最近会跌这么惨呢？我们来看一下回顾过去半年，诺和诺德的股价从高点下跌了超过 40%。那在我录影的这个当下呢，现在的股价是58块，跟整体的大盘相比过去5年基本上 NVO 的股价表现有2/3以上的时间都是跑赢大盘的嘛。但是呢，最近半年却跑输大盘，很显然 NVO 的修正是更大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整理了3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竞争对手礼来在开发口服的 GLP-1 药物上面有比较好的进展。今年4月17号，礼来才正式宣布说，他们在 GLP-1 口服的药物上面，在第3期的临床试验上已经成功达标了。那这个就造成了诺和诺德的竞争压力啦。第二点是，川普未来可能会对药品征收关税，那这一点呢就加大了整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嘛，所以导致股价下跌。第3点是巴西市场的药品专利快要到期了。以上3个原因，包括竞争压力、包括关税政策以及专利到期这3个因素，就导致了 NVO 有比较明显的下跌。不过就像我先前说的， NVO 财报依然非常的好，虽然它有以上这一些竞争或者是关税或者是专利的问题，但是并不表示这间公司不是一个好公司。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留言喜欢。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